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2024年会怎么样呢？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而就在前不久，美国的一位通灵预言家呢，就发表了大胆的预测，其中包括全球局势、经济、灾难以及科技，并且呢，这些预测很多都具体到了时间、地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2024朱迪海文利预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朱迪海文利就说呢，2024年将会发生深不可测的变化，我们将会进入未知领域。这种新的模范式的转变呢，将使我们看到战争和苦难，但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呢，正在发挥着作用。混沌会带来变化，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这样做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这将成为地球焕然一新的基础的一部分。他就说呢，今年也是人工智能将会改变社会，改变我们个人生活、日常生活、工作、经济和我们未来的一年。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新的医学疗法的催化剂，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并为所有的国家呢带来经济的繁荣。在1937年呢，朱迪海文利在南非出生，他的父母呢在当地也是从事殡葬生意的，因此他从来都不会对死人感到恐惧。那有一天呢，海文利的母亲就看到他用家里的面包玩，就狠狠地批评了海文利一顿。因为当时南非的粮食是非常珍贵的嘛。那受到谴责的海文利呢，平静地就表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他声称呢自己正在用面包招待一个饥饿的小女孩。听到朱迪的回答呢，母亲就向他询问了详情，而朱迪就告诉母亲说他在幻象中看到了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呢，在远处看着自己，而小女孩当时是浑身湿漉漉的，并且十分的饥饿。于是朱迪这才拿出了家中的面包呢来招待她。通过海文利的描述呢，母亲大人当时惊慌失色，因为那就是刚才溺亡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家人刚从他们的店里买了一副小棺材呢。于是母亲立刻就意识到了朱迪呢可能是具备有通灵的能力。那很快呢，朱迪的通灵能力便得到了验证。几天之后呢，父亲的殡仪馆就来了一位突发心脏病离世的一个顾客。由于亲人突然离世呢，他的家人就感到十分的悲伤。然而就在第二天，朱迪就在幻象中又看到了那个死去的人。他这一次来找朱迪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这位死者就说，由于自己突然离世，他就没能将家中阁楼地板里藏有金条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家人。那这次不请自来呢，就是想朱迪将这个消息来告诉自己的家人。于是当这个男人的家人再来领取亲人骨灰的时候呢，朱迪便将金条的事情就告诉了对方。当时所有人根本就不相信朱迪所说的话，他们认为他所说的事情呢太过离奇。当时看到所有人对自己女儿充满怀疑，那朱迪的父亲赶忙就上前解释，他就表示说自己的女儿是具备有一定的通灵能力的，并且呢就告诉客人们说，你们回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阁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如果真的呢，你们还可以获得一笔不义之财；假的呢，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大家听到父亲的解释之后呢，这些人觉得也挺有道理的，于是回到家中呢，就对自己的阁楼呢进行了检查。果然真的在阁楼的地板下找到了金条。从此以后呢，朱迪能够通灵的事情呢便传遍了当地，而许多人都慕名前来。那朱迪呢就经常为当地人和幻象中的灵者交流，因此远近闻名。成年之后呢，朱迪就开始游历世界各地。在埃及的时候呢，他的能力就被一位祭司所看中，他得以进入一个非常隐秘的密室来学习泥板上的星象学。待学成归来之后，朱迪就正确地预测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有俄乌冲突，以及马克龙在法国连任、韩国总统的当选、大流行病等一系列事件。那其中以预言苏联解体引起的轰动最大，甚至被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所接见。以下呢，我们就来谈一谈朱迪海文利2024年的4大预言。第一个呢是全球局势。他说拜登总统呢在2024年第一季度将面临一条艰难的道路，这包括对经济、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冲突，以及跟他一起角逐总统选举的第三方候选人的反对。而拜登的民调的支持率将会下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年中发生了变化。当时总统在关键州的民意调查数字会上升，他进入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时期。朱迪就说，美国年初的经济和股市可能会面临挑战，但当拜登6月份的支持率上升的时候股市会反弹，预计将会获得合理的回报。而美国秋季仍然可能会遭遇温和的衰退，这将是短暂的。在2024年选举呢，将会充满惊喜。而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决正值是美国对经济、犯罪和尖锐的政治分歧以及海外战争感到担忧之际，选民很有可能会呼吁新的一代来领导美国。
当民主党于2024年8月正式提名候选人参加11月的总统选举时呢，拜登的任职资格和体力呢将会受到质疑。朱迪还说，民主党将试图通过在美国多年的非法移民开辟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呢，来修复他们在拉丁裔选民中的地位。他还说，特朗普将会出现轻微的健康问题，但仍然呢会继续竞选。民意调查将显示他在大多数摇摆州会领先拜登。尽管特朗普面临诸多的法律困境呢，也包括对拜登的不满，但是美国人似乎更愿意再给特朗普一次入主白宫的机会。同时呢，他们还承认从现在到选举之日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朱迪还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卡塔尔呢，将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中东冲突中发挥和平缔造者的作用。以色列不会管理加沙，但会继续的控制那里的安全。朱迪还说，加拿大的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呢，可能不会再次当选，并且在大选中会输给保守党的领袖皮埃尔·皮利耶夫。后者呢，将为加拿大人制定更好的医疗保健计划和住房。朱迪还说，俄乌冲突将会持续进行，而北爱尔兰呢将会加入欧盟。由于年龄和健康的问题呢，教皇呢准备在意大利辞职，他们将会选出一位年轻的教皇，届时呢，女性将会出现在罗马梵蒂冈的教区。第二个预言呢是经济局势。朱迪说，在2024年呢，美国的电网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可靠性的问题。东海岸的电力短缺呢，将会针对纽约、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还说，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洛杉矶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会通过进一步的枪支安全立法，以防止枪支暴力。那更多的州将会禁止枪支攻击武器，并颁布新的法律，禁止向18到25岁的年轻人呢出售枪支。届时，所有的学校和学院呢都将使用人工智能来检测枪支和危险武器。在2024年呢，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口将会增加，帐篷城市呢将会成为新的常态。朱迪还说，2024年的犯罪团伙呢将会继续的袭击美国的一些小商场、小型的便利店。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芝加哥的许多知名品牌公司呢将因高犯罪率而关闭。朱迪说，美国许多的城市的网络攻击将会增加，黑客呢会针对关键的基础设施、电网、水厂呢攻击将会更多，而知名的体育赛事或者是美国机场呢是存在无人机袭击的重大威胁。一些美国的航空公司呢将会在部分的航班上呢引入成人专用区，这将规定带小孩的父母呢坐在飞机的最后面的专用的座位上。朱迪还说，美国将会出现无车的城市，那道路上的汽车的数量就会减少，自行车和行人的空间将会大大的增加。新的城市呢将会为没有汽车的人们设计更加适合他们的人流量行走的道路，这将对商场和企业来说会是更好的。就是休斯顿市呢未来将会创建自行车公园。而朱迪说，美国的财政部呢将坚持加密货币的市场透明度，将加密货币的混合器标记为洗钱中心，这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一立场将要求金融机构报告其涉及加密货币混合器的交易。朱迪还说，在2024年呢，美联储将会发行数字美元作为硬币和纸币的替代品。到2024年的6月呢，比特币可能会达到69000美元。他说，英国的经济将会放缓，并可能陷入衰退。尽管呢，苏纳克减税利率仍然会保持高位。英国下一届大选呢将由工党获胜。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呢通过并实施了新的庇护移民法。还有一个新的迪士尼乐园主题公园会在英国开业，提供娱乐设施、短途旅行、餐厅以及酒店。朱迪还说，世界大部分地区呢将因乌克兰冲突和普京对石油的控制而蒙受损失。对于欧洲人来说呢，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冬天因为天然气的价格呢将会上涨。由于通膨的温和呢，日本的央行就取消了负利率政策，这就解决了日元的部分下跌趋势。由于旅游业和汽车出口业的增加，日本经济呢将会出现温和增长，而日本吸引了新一波的投资者，他们将会投资日本的顶尖企业。他还说，日本年轻的企业家将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他们将着手改造经济，并重新审视日本的税法以及吸引新的投资者。此外，他们还会抑制日本和国外不断上升的利率。朱迪还说，莫迪呢将凭借着强大的人气、经济增长和果断的技术改革呢再次当选印度总统。波兰呢将会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他说，由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冲突呢，世界各地的粮价将会高昂，而且干旱将对农作物和缺水呢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呢将会出现粮食短缺。朱迪说，新加坡呢将经历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朱迪还说，马来西亚呢有望在2024年实现高收入地位。韩国呢将会在首尔建造一座音乐会场地以吸引游客，
并将建设首尔的第一座智慧城市。朱迪还说呢，俄罗斯将会建造自己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呢，来前往太空。同时，朱迪说，美国的加州将会对富人征税，以缴纳更多的税款，以抵消该州制造电动汽车的成本。那加州的旅游业以及低失业率和农业将会得到增长。朱迪还说，亚马逊呢将在网站上推出现代汽车的销售服务，并允许当地的汽车销售商呢在其平台上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朱迪还说，人工智能的芯片市场将会变得更加受欢迎，包括呢由资助者支持的初创企业的设计。那第三个预言呢，朱迪说的是自然灾害。按照朱迪海文利所说，由于太阳的变化，在2024年它最大的活动将会导致超级太阳风暴的爆发，而这一次太阳风暴呢将会影响地球，从而导致一些通信信息的中断。其次呢就是地震，他预测日本洛杉矶、阿拉斯加、新西兰几个地区呢会发生5.8级以上的地震，还有暴雨、洪涝灾害。他认为今年的洪涝灾害呢比起去年要更频繁，让人们要多加小心。他说，洛杉矶、奥兰治县、圣地亚哥以及旧金山将会发生5.8级到6.4级以上的地震。他还说，气候变化的成本迫使许多加州的公司会重新评估其部分的投资组合，其中就包括和扩大了可再生能源、抗旱作物和新的气候解决方案。加州呢将因天气干燥而遭到更多的干旱和火灾，而联合国呢就宣布了一项气候计划，以减少全球的航运业的影响。朱迪说，美国更多的州将采取预防洪水，并为风暴灾民、洪涝灾害、海堤以及火灾呢筹集资金。他还说，世界上的一些城市呢将经历大雨、大风和潮汐，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他说，飓风的季节呢将会对新奥尔良、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对菲律宾造成风暴。加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野火将十分的猖狂。朱迪还说，日本和加勒比地区呢将会发生洪水。他还说，新冠病毒和其他的变体呢将会持续影响到2024年。他说，最新的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联合注射将会导致一部分老人中风。第四个预言呢，朱迪说的是科技发展。对此呢，朱迪海文利就详细预测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认为呢，在2024年，人工智能的芯片市场将变得更加受欢迎，人工智能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且呢还会创造新的就业几率。NASA 呢将于2024年将第一位女性送上月球。他还说，马斯克将在 SpaceX 的带领下呢发射首次火星任务。而 TikTok 呢在今年可能会包括本地企业列表以及实物配送了。他还说， TikTok 呢将会使用户能够发布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剪辑。而且他说， TikTok 呢在未来会变得更像一个搜索引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访问他们的平台呢，可能会添加靠近你的按钮。朱迪还说，字节跳动呢将会推出一款面向数百万用户的聊天盒，为用户提供卓越的人工智能的聊天盒体验。朱迪说，在2024年呢，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呢可以被带有飞机翅膀的电动空中出租车所取代了，而航空公司呢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运送客户往返于拥挤的城市地区的机场。在未来几年呢，虚拟现实将会成为一项价值210亿美元的业务了。他说，2024年呢，欧洲航天局会发射一个小行星系统，以便在威胁小行星登陆地球之前呢，对其进行探测。他说，美国的宇航局的 X-59客机呢，将于90分钟内会从纽约飞往伦敦，这比音速呢还要快。所以朱迪就说呢，人工智能呢将会在讲故事以及各个方面改变好莱坞和未来的现状。AI 呢将使一些明星在某些场景中呢显得更加的年轻，并使制片人呢在拍摄时能够实时的看到转变。通过人工智能讲故事，电视节目以及电影呢将会发生变化，而其中的电影呢更加的有个性和互动，观众们将能够选择自己的现实。新的抗肥胖药物将会上市，以缓解全球的肥胖问题。那这些抗肥胖药物呢将会降低食欲并促进减肥。朱迪还说，以色列将会发明一种植入物，这是第一个 3D 人体脊髓组织，可以帮助瘫痪的人呢再次行走。而朱迪还说呢，在2024年中国成功发射了嫦娥6号，这是中国计划中的机器人探月任务。最后呢，朱迪的预测只是一种大数据的推论而已，我们应该保持理性意识到预测未来是很艰难的任务而科学的方法和可靠的数据分析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未来的走向。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